华为为什么今年傲视群雄，天下无敌，在整个5G 领域5年之内无人可以超越，美国都无法超越？为什么？你们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任正非占华为只有1%的股份，他分了99%分给所有员工，17万员工人人都是股东，全员分红，人人都是股东。老板的心中有多大，能装多少人，就能成就多大的事业。当你心中装3000人的时候，你做梦都能梦见如何让这3000人过好的方案。企业的规模等于有多少人为他操心，他就能做多大。在座的各位是老板的举手，摸摸你的良心，问问你自己，在你企业里面有几个人像你一样为企业操心？很多人摸完以后说，老师俩，一个是我，一个是我老婆，所以你做了10几年还是个个体户啊？请问在华为有多少人像任正非一样为华为操心？17万人，因为华为有17万员工，人人都像任正非一样为华为操心，所以华为才能做今天这么大。当年的任正非什么都没有，只有一个使命，让中华有为，所以取名叫华为。所以我想告诉我们在座的各位，如果你能让你的员工都能够像华为的员工一样为华为操心，你的企业怎么可能不大呢？何谈大业不成啊？所以在座的各位，你的格局、你的境界必须放大。任正非说，在这个世界上最厉害的武器是宇宙规律。三体的刘慈欣也说过这一句话，宇宙规律才是这个世界最伟大的武器。我强烈推荐大家看一本书，如果你是创业的，你一个企业经营者，你一定要看这本书。这个书叫做《下一个倒下的会不会是华为》，任正非写的。如果你看过这本书的话，一开篇我们都以为任正非先生要跟我们讲华为的企业经营管理的方法论，但是你们猜猜开篇第一篇讲的是啥？有人看过这本书吗？这本书的开篇第一篇讲的是任正非先生说他发现了一个宇宙规律，这个宇宙规律叫熵增定律。什么叫熵增定律呢？就是任何一个东西，任何一个组织都会从有序走向无序，都会从出生走向死亡，走向衰老。这个房间我们刚开始买的样板间是不是很干净？结果我们住了几年以后是不是脏乱差了？这是宇宙规律。我们用望远镜看整个星系，你会发现所有的星星都在远离我们。为什么？因为宇宙还在继续膨胀。宇宙在138亿年前大爆炸，从此开始宇宙就一直在膨胀。换句话讲，就是有一天太阳会离我们越来越远，我们会被冻死。就算我们没有被冻死，未来一定有一天太阳会死。你没有听错，太阳会死，太阳有一天一定会死。太阳是一颗恒星，那个恒星它从以前的那个幼儿期到现在的成年期，未来会走向衰老，它会变成红矮星，到最后大爆炸会把整个地球全部吞噬掉。50亿年以后，地球一定会灭绝，这是规律。有人说，周老师，任正非讲这个干啥呀？任正非说这是宇宙规律啊，所以他发现用这个宇宙规律，你不单可以去看宇宙的生灭，也可以看朝代的生灭。他研究中华文明5000年，任正非先生发现啊，从上古夏商周开始，春秋战国、秦汉三国、隋唐五代、宋元明清，除了我们大周王朝800载，其他所有的王朝一般都是200-300年就衰败了。为啥呢？因为从熵增定律啊，它符合熵增定律啊。新王朝建立了，它像一个婴儿，慢慢的变成了壮年期，慢慢的变成了衰老期，到最后死亡。就任何一个朝代从开朝的那一天就决定了有一天会灭亡，就是这样。这是宇宙规律，这就是熵增定律。就像清朝的那些所谓的藩王是不需要工作的，那些所谓的八旗子弟都是不需要工作的，那是要老百姓养。当这个国家已经受不了了，到300年到一个极限的时候，就会轰然倒下。倒下以后就有一个新的人来了，那新的人来了以后，那肯定是很好啊，但是到最后他的既得利益者就会越来越多。大家能听懂在说什么吗？这叫做朝代兴替之商。任正非先生从宇宙之商讲到朝代生替之商，再讲到企业之商。企业也是一样，企业从创造的那一天开始，它就一定会走向衰落，会死亡，因为它是符合宇宙熵增定律的。那曾经那些不可一世的大企业，比如说惠普，比如说柯达，比如说诺基亚，比如说摩托罗拉，比如说 IBM， 这些公司哪一个曾经不是巨无霸？来，柯达相机当年牛逼到啥程度啊？它这家公司占了整个摄影全球2/3的市场份额。柯达的专卖店在全球超过将近8000多家，接近1万多家，最巅峰的时候，它的店面超过了那个肯德基、麦当劳全球店面的总和。来，你们在20年前满大街县城有没有见过柯达那个店？见过的举手。这公司牛不牛逼？它是怎么败的？有人说了，被数码相机打败的。那我再问你，数码相机谁发明的？柯达自己发明的。
柯达是什么时候发明的数码相机呢？任正非先生告诉我们说，1975年，你没有听错，1975年，柯达的一个工程师发明了一个数码相机，就把这个技术给到了公司高层。这个公司高层一看，胶卷就可以拍到，拍的还比我们清晰。告诉这个工程师，这个技术必须雪藏，不允许告诉任何人。有人说为什么呀？为什么要这样啊？还记得吗？那4个字叫既得利益者。柯达作为胶卷第1名的公司，他们一直在靠卖胶卷相机变成全球霸主。他们生产的原材料全是胶卷。假如有一天他们推自己的数码产品了，那些所有的胶卷库存全都卖不出去了，能听懂？他不想革自己的命，所以只能被别人革命。有2种类型的公司，或者说有2种类型的个人，一种是看到变化他是很抵触的、很排斥的、很恐惧的，是瑟瑟发抖的，这种人就意味着你的人生即将结束。而另外一种组织、另外一种企业、另外一种个人看到变化，他很兴奋，他太兴奋了，拥抱变化，他就成为了未来，他就成为了主流。就像当电商来临的时候，有多少实体店主是排斥的、是抵制的，到最后全死了。那些拥抱电商的全发财了。当微商来临的时候，有多少人看不起微商？卖面膜一年卖10几个亿，卖眼罩一年干40多个亿，你看不起不代表别人赚钱，不耽误别人赚钱。那微商来临走到底了，波商就来了吗？那还说什么？那一波又一波呀！那波商来临以后，有一帮人就抵制波商，看不起。有多少人看不起网红？说你是个什么玩意儿？你不是明星，你是个网红。就多少人看不起网红？但是你耽误别人赚钱吗？到最后你会发现，董明珠去当网红，去做直播去了，李彦宏去做直播了，马斯克做直播，马云做直播，很多一线明星去做直播了。但是到现在为止，依然有一些明星是排斥的，就是这样。就是这样，所以我想告诉我们在座的各位，就看一个人有没有未来，很简单，就看他对变化的态度。所以你有没有发现，周老师为啥能够成功？16年我就预言播商时代来临了。我最早在中国培训行业做播商，做直播啊，所以周老师全网现在有上亿的粉丝。我去到马来西亚，有人是我的粉丝；我去到新加坡，有人是我的粉丝；我去到以色列，有人是我的粉丝。在座各位，如果你们熟悉周老师的人都知道，我曾经就是一个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人，没有资源，没有背景，初中辍学，进工厂，进工地，摆地摊。在我人生最落魄的时候，看了一本书，那本书叫《富爸爸穷爸爸》，他让我升起了梦想，他让我人生有了方向，他让我知道了应该往哪走。我遇到了我人生当中第1位师傅，就是罗伯特清崎。没有他，没有我的今天。他像一道光一样照进了我的生命。所以从那天起，我就发下大愿，如果他能帮助我改变命运，我将成为财商的终身推动者，来帮助更多像我一样的人改变命运。我用了10年的时间来践行富爸爸这套理论。我白手起家，在深圳买房买车，实现财富自由。当我可以去享受人生环球旅游的时候，我想起了17岁的那个小男孩发的那个大愿。所以我放弃了我奋斗10年的房地产行业、金融行业那些无比赚钱的行业，我进入了教育培训这个行业。赚钱的行业很多，但是没有一个行业比改变别人命运来得更加有价值，来得更加有意义。大家好，我是周文强老师，感恩各位家人对周老师的信任，以及长时间不离不弃对周老师的陪伴。或许你已经关注了周老师很久，听了周老师很多的音频，看了周老师很多互联网平台的各种视频，却一直找不到跟周老师链接的机会。今天这个机会它来了，点击下方链接即可预约找到周老师，让周老师带你走进财富的大门。所以我想告诉我们今天在座的各位，既然宇宙有熵增定律，那我们就要用熵减来去对抗熵增，能听懂吗？任正非说，在这个世界上最厉害的武器是宇宙规律。你告诉我，现在咱们人类最伟大的武器是啥？是不是核武器？来，核武器谁发明的？是那些物理学家发明的。那些物理学家为什么能发明核武器？因为他懂宇宙规律啊。能听懂我在说什么？举手。他是在降维打击。这就是规律的力量，这是宇宙规律的力量，它永远存在。你们永远不能发明这个宇宙里没有的，只是发现。这个世界没有发明，只有发现。因为你无法活在道之外，你永远只能活在道之中啊。道就是什么？道就是宇宙规律啊。所以我想告诉我们在座的各位，我们怎么，比如说我们的身体，我们人受不受宇宙熵增定律的影响？我们从年轻慢慢会走向衰老，对不对？我们到最后会走向死亡。那请问我们能不能让自己永远年轻？可不可以？查一下那个赵雅芝的最新的那条，就前几天刚发的，太吓人。就你看完赵雅芝以后，你会发现就跟20岁、30岁小姑娘一样，但她实际上多大了？70多了。就你会发现，岁月在她脸上咋都没有留下痕迹呢？因为你不知道宇宙的熵增规律，你就在被熵增规律碾压。来，你看看人家70多岁，再看看你，还有人说在这评论区，这哪是人，他们就是白蛇精，他不会变的，他永远年轻，他肯定是妖精。就他在用熵减对抗熵增，人是不是要衰老？那能不能我们用熵减来对抗熵增？
我们的饮食、我们的作息规律、我们的运动，这就是熵减，就在对抗熵增。当这个熵减超跟熵增是相对的时候，你就仿佛那个在美容行业有一个词叫冻龄，能听懂啥叫冻龄吗？就是把你现在的年龄冻起来了，叫冻龄啊，叫冻龄。就是那如果说你的那个熵减超过熵增了，在美容行业还有一个词叫逆生长，知道叫逆龄，对吧？就是你越活越年轻了。但是如果你的那个熵减是低于熵增的，你就会越来越老。讲到这儿以后，有人懵了，老师，什么是熵减？因为你不知道什么是熵减，你快老死了。所以讲到这儿以后，你就会发现，很多人都在问周老师到底是教什么的。其实这一路走来，我想教给大家不仅是企业经营管理和财富的多少，更重要的是想教会大家如何体验人生，感受生命的乐观积极的态度。我以身作则，用自己学习的态度和努力的姿势，感染着每一个心怀梦想的人，用我自身的亲身经历告诉大家，普通人也是可以逆袭走向成功的。那如何追随周老师学习呢？点击下方链接，一起报名，跟周老师一起学习吧。